还好戴镜子的话筒拿来才偏偏。结果大半个月的跌宕起伏，他是谁终于完结了。我对大结局的观后感怎么说呢？和某漫评分差不多，主打一个大跳水。导演编剧，你们睡得着吗？我睡不着啊！这部剧让我午夜噩梦回，总想起回来的女儿、江州黎明等之前开的坑，忍不住感慨这2年我是不是命犯烂尾？万万没想到他是谁还能烂出新花活，给我新惊喜。那么这部剧的结局到底咋回事？且听偏偏我细细道来。温馨提示：不想看剧情部分的小伙伴，可以直接跳到第30分钟，和偏偏一起吐槽。目前，虽然警方肯定赵志杰和徐亚健分别犯下了性虐和性侵的罪行，可并没有直接证据给赵志杰定罪。魏国平已经开始怀疑赵志杰和徐亚健有某种关联。至于2人是否与8办案碎尸案有关，需要更加明确的指向性线索。同时，魏国平终于找到了8办案的重点，透过左撇子突然投靠黑道大哥聂宝华，割获魔族案时刚好在案发地附近打工，以及有点功夫在身上等要素，锁定了8办的嫌疑人餐馆老板老蒋。老蒋也意识到警察开始怀疑他了。鉴于聂小雨还在老蒋手上，剧中的带恶人们最终会以怎样的形式落网？咱们这就来揭晓答案。上期结尾，二叔带领3大队抓住前科犯杨二虎后，和顾开颜一起审讯。聂宝华得到消息，十分怕牵连自己，让保镖暂时离开宁江，因为保镖一直和杨二虎单线联系，警察找不到保镖，拿老聂也没办法。接着，他还不忘提醒赵世杰，这段时间安分点，别被警察抓个现行。赵世杰这时候还觉得没啥事，不就是搞了个小姐吗？警察能把他怎么样？聂宝华顿时急了，受害者李雪梅身上留有赵世杰的体液，魏国平一旦官复原职，绝不会放过赵世杰。果然，纪委已经结束调查，还了魏国平一个清白。卫队恢复职务是大喜事，顾局和吴教授提议，大伙晚上一起到顾局家里吃饭庆祝。可魏国平却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反倒一脸心事重重。顾开颜下班来叫师哥一起出发，老魏还是不愿离开警局。开颜只好聊案情，吸引魏国平的注意。之前老蒋的黑帮鉴定结果出来了，国际大品牌2000多一个，宁江根本没有卖的。包上的血迹来自其中一个打劫老蒋的小混混，而老蒋和8办的凶手 DNA 比对要1晚上才能出结果。魏国平就想守在警局，不去师傅家了，气得宋楚大骂他不识好歹，案子啥时候都能破。顾局和吴教授加一起都100多岁了，给你做饭你还不赶紧去吃？可魏国平哪有心思庆祝？他太担心聂小雨，除了尽快破案，他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能找到小雨。可宋楚认为不能因为聂小雨就耽误其他案件。沸羊羊美羊羊，别吵了，一集剧情破案进展没多少，光看你们3角恋了。我追的是悬疑剧，不是偶像剧啊。另一边，老蒋终于想起去医院看老婆，连城大爷告诉他，黑帮让警察拿去查案，令老蒋不得不深思魏国平调查自己的目的。第2天，杨二虎招供，他只是听聂宝华保镖的话，绑架一些女孩，先送到保镖那里，再送去郊外。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见过赵世杰。宋楚要去抓保镖，魏国平想试探老蒋，这2人都跟着聂宝华混，于是宋楚直接带队去电影厂请人。小陈见警车来了，也不顾暴露和老聂的关系，匆忙去给聂宝华报信。聂宝华早有准备，告诉宋楚保镖已经离职，下落不明。既然如此，宋楚只好把聂宝华和他的手下全带走，其中当然也包括老蒋和小陈。这次问话能问出啥有用的信息吗？聂宝华滴水不漏，油盐不进，问了等于白问，只能放人。老蒋的还是老实巴交的样子。顾开颜问起抢劫的时候，混混们为啥只抢钱不抢包？老蒋摇摇头，他也搞不懂混混的心理。开颜又问，你当时报案说被抢了3万，混混却说不是3万是6万，为啥差这么多？老蒋也不清楚，他想也许是混混们记错人了。最后顾开颜问老蒋，咱们好奇包为啥在警察手上？老蒋也自然的回应，是魏国平找他老婆借的，他老婆都告诉他了。行吧，比聂宝华还滴水不漏。话说到这里，魏国平敲门，让顾开颜先放了老蒋，因为老蒋和8办的第一个死者指甲里人体组织的 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并不匹配。魏国平大失所望，难道方向搞错了？这是咋回事呢？咱们先按下不表。接下来，宋楚想到有个人也许能帮魏国平。小陈在赵刚和聂宝华身边都待过，也许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开颜和宋楚一起去了小陈。开颜本想走循循善诱、知心大姐姐路线，结果宋楚看不惯小陈不争气的样子，一番激情教育，直接把小陈气跑了。不过谈话中，小陈还是透露了一点，老蒋是因为得罪了赵刚的朋友，赵刚才让小弟们砸他的餐馆。顾开颜回头和魏国平说起，魏国平也挺纳闷，据他所知，赵刚压根就没有朋友，让他出手帮别人办事，除非是赵刚想巴结谁。鉴于赵刚连聂宝华都看不上，他能巴结的就只剩下赵世杰、赵公子了。可老蒋和赵世杰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是怎么得罪的赵世杰呢？这时碎尸案又有了新进展。上期不是说过袁爱卿的室友在床底下捡到过页书吗？后来查到是来自文学园地杂志。如今四队在杂志上发现了一篇描述医学院生活的小说。奇怪的是，袁爱卿失踪后，小说就停止连载了。这篇小说里，女主长发内向，一直想突破生活的束缚，理想是成为死亡金属乐队的主唱，和袁爱卿简直一模一样。反派表面是温文儒雅、戴眼镜的高知教师，私下却是道貌岸然的色狼。不用猜，肯定是薛家健。小说作者在外地参加作协活动，宋楚已经通知当地警察，把作家送回宁江。
魏国平心脏因为长期失眠和过劳，只有做手术才能根除病状。宋初继续扛起担子，和开颜一起审讯作家。作家表明，两人在文学聚会上认识，因为都喜欢哲学，所以成了朋友。袁爱卿听说对方也写小说，主动提供了不少素材，两人有不少书信来往。但作家有老婆，怕老婆发现，就把信烧了。他还在犹豫要不要回应袁爱卿的心意。这话说的不诚恳，开颜直接戳成作家撒谎，小说就是袁爱卿写的。作家利用袁爱卿的好感，挪用他的作品发表，还把信都烧了，销毁证据。这就是为啥袁爱卿死后，作家再也写不出来，只能停更了。作家默认了自己的错误，不过道德问题不是重点，重点还是在于薛家健到底干了啥。作家说，薛家健借着辅导的名义把袁爱卿迷晕，还抽了血。袁爱卿一个小姑娘，自然特别害怕，只能写信求助作家。结果还没等作家回应，袁爱卿就遇害了。没多久，警方在薛家健的实验室里发现了袁爱卿的血液样本，宋初立马提审薛家健。薛起初还想装和赵志杰不熟，可赵志杰给医学院捐献了实验室，实验室就是归薛家健负责，他再想抵赖也没用。而宋初拿出袁爱卿的血液样本，在这给薛家健致命一击。你们去问赵志杰吧，我其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都是他让我干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魏国平昏迷中梦见和聂小雨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不过这次醒来没有聂小雨，只有顾开颜守在身边。如此紧迫的时刻，自己怎么能倒下？怎么能浪费时间做手术呢？哪怕顾开颜劝他再这样下去会猝死，魏国平也要强撑着身体查案。太忙了，忙得没时间去死。回到刑警队，大家正在开会。现在难题是定了薛家健的罪，可他还没有供出赵志杰的罪行，电宝号的保镖也没找到。宋初认为88案、碎尸案、性侵案、被勒死的李雪梅以及新发生的割喉案，也就是所有没破的案子都有关联，带着大伙立刻行动，留下二叔看住蠢蠢欲动的魏国平。与此同时，眼看着电机厂改建项目要启动，赵志杰也不躲了，他要搞房地产，还要搞配套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足够解决工人们的再就业问题，而扩大公司规模需要增加成本，因此赵志杰劝聂宝华出让大部分股份给自己，赵再拆分给金主。他连合同都准备好了，就等聂宝华签字。这和明抢有啥区别？聂宝华当然不同意，可赵公子上头有人，电机厂改建需要很多批文，聂宝华想动工，没有赵志杰出面，肯定寸步难行。赵公子很生气，不过也没有过多纠缠，他留下那份合同，劝聂宝华好好收着，以后还有签字的机会。另一头，宋初也查到赵世杰为电机厂改建联络了许多审批部门的官员，普通中介肯定办不了这么大的事。于是宋初又往上一查，查到了宁江新上任的计划委员会主任赵世铎。而且仔细一想，聂宝华身为黑道，哪有这么大能量让纪委调查魏国平？没准背后也有体制内的赵世铎出力。当然了，赵世铎、赵世杰二人什么关系？不能光凭名的想象就怀疑人家是兄弟之间官商勾结。赵世铎毕竟是体制内的领导，直接查他，万一打草惊蛇，后面就难办了。关键时刻，顾局出面请政委吴教授帮个忙。吴教授以前在省里工作，和赵世铎打过照面，于是便请新上任的计划委员会主任来这里做客。老吴一上来先套近乎，关心一下赵世铎的父亲。赵世铎回应，老爷子身体还算健康，就是脑子有点糊涂。接下来的聊天，吴教授表面上是想配合赵主任为宁江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实则是试探赵主任认不认识最近在宁江风生水起的赵公子。赵世铎强装淡定，还大方地表示，只要这个赵公子犯事，不管和自己有没有关系，警方可以随便抓。赵世铎不承认，也不否认，更说明他和赵世杰有关系。吴教授表扬宋初，这回思路正确，可以继续深入调查赵世铎。此时赵世杰正被大哥教训，一天到晚就会惹麻烦。就说上次他堂堂一个主任，还得亲自给老蒋送钱。小陈不止和魏国平关系不一般，现在还跟着聂宝华混，万一他把送钱的事说出去，赵世铎就摘不干净了。回到警局，宋初向领导们汇报工作进度。薛家健到现在还是一口咬定关于于爱情的事都是受赵志杰指使，可具体干了啥他却不肯说。现在唯一的有效信息是，法医检测出于爱情的血型很稀有，10几万人里才有一个。可什么犯罪和稀有血型有关呢？顾开颜马上想到器官移植。器官移植的首要条件就是匹配血型，也正是因为要摘除器官，还需要通过碎尸来掩盖真正的杀人动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王德发向小霞承认，他认识帮赵世杰绑姑娘的前科犯杨二虎，两人在监狱里称兄道弟。但出来后，杨二虎要拉上王德发一起干。王德发为了小霞没有同意。上次和魏国平提到杨二虎，王德发怕被卫队继续打上坏人标签，就没敢说他和杨二虎关系好。也多亏两人这层关系，王德发写信劝杨二虎招供。杨二虎之前不是说没见过赵志杰吗？这回把李雪梅死后，聂宝华派妹子装作被赵志杰虐待，调出老蒋的事也招了。然而老蒋当时蒙着脸，杨二虎没看清是谁。如果老蒋是杀人犯，他为什么要杀李雪梅？顾开颜认为还需要找到相应的线索。他这次独自去小陈常去的饭店，小陈虽然对警察都没啥好印象，却觉得顾开颜不一样。可能是因为上次聊天，顾开颜表现得很理解小陈，知道小陈在哥哥去世以后也曾迷茫挣扎过，但却没人关心他的想法。
这次顾开颜先说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他从小被严格管教，顾局总是要求他按自己的意思办事。小陈想到了老陈，顿时觉得和顾开颜同病相怜。顾开颜赶紧说：“别来沾边，我可是走正道，不像你就是个小混混。”小陈马上强调自己不是一般的混混。聂宝华现在特别信任他，不止给他大哥大，连跟他老蒋这么重要的事都交给自己办。说到这里，小陈意识到被顾开颜套话了，赶紧起身结账。宋楚也在面馆附近看小陈和开颜先后离开，他开车跟上。宋楚把小陈拎回警局，又教育他跟着黑道混没有好下场。小陈也吓坏了，他最近也没得罪啥人啊，不就是跟着老蒋去工地偷看老蒋扔垃圾吗？宋楚还想继续问，小陈却盯着魏国平工位上的报纸，感觉认识新闻照片上的大领导，而且是见过本人。果然不是当警察的料，多和你国平哥练练过目不忘吧。宋楚把小陈送回家，和开颜一起去找魏国平，说明今晚的来龙去脉。根据小陈所说，聂宝华不信任老蒋，还把他安排在身边工作，同时让小陈跟踪老蒋，想找出老蒋藏匿的东西。什么东西要让小陈私下去找，还真得好好查一查。与此同时，聂宝华已经辞退赵世杰安插在自己公司的所有眼线，准备和赵世杰解绑。可惜计划不是变化快，聂宝华收到一封信，信里有好几张被绑架的小雨的照片。之前咱们猜的没错，赵世杰让老蒋绑架小雨就是为了今天。不过赵比咱们想象的更贪婪，他要的不是把电子公司改成房地产公司，而是要把聂宝华踢出局，拿下整个电机厂。聂宝华英明一世，现在也只有签字出让股份，才能换回活生生的妹妹。魏国平不知道反派内讧，他如今在警队和珍稀保护动物差不多，二叔24小时寸步不离，连魏国平去医院拿个药，二叔也要全程陪同。这下巧了，他们碰上蒋嫂病发，医生让魏国平帮忙联系老蒋。根据上期内容可知，老蒋每天回餐馆的时间就是小雨药劲儿刚过的时间。果不其然，魏国平刚通知老蒋快去医院看老婆，餐馆里的闹钟就响了。小雨醒来，听到上头的动静，在地窖里尽全力发出声音求救。老蒋怕被发现，赶紧让魏国平帮他扔垃圾，可急死我了，就差一点点。魏国平又错过了救小雨的机会，老蒋连忙下地窖，把药给小雨续上了。不过魏国平也没扔垃圾，而是拎着垃圾袋回到警局，想看看帮老蒋扔垃圾能不能扔出点老蒋的小秘密。接着，聂宝华如约独自到废厂区见赵世杰，可聂宝华带了转让股份的合同，赵世杰却不敢带着聂小雨，他怕万一聂宝华报警，自己被直接抓个现行。不过赵世杰可以告诉聂宝华，小雨就在老蒋餐馆的地窖里。至于赵世杰和老蒋咋勾搭上的，还要回到老蒋带刀去见赵世杰那天。老蒋知道聂宝华留着自己就是为了拿捏赵世杰，与其被当作待宰羔羊，老蒋决定主动出击，和赵世杰合作拿下电机厂，把聂宝华踢出局。赵公子疑惑，老蒋一个炒菜颠勺的能干啥？聂宝华一听老蒋是歌喉恶魔，担心小雨随时有危险，立刻扔下合同去救妹妹。观众朋友们，聂宝华开车来的时候没事，再启动车就炸了。大伙谁看见赵世杰啥时候放的炸药？记得弹幕告诉我一下。全剧第一黑恶势力死得很仓促，不过赵世杰不在乎，他得到想要的合同，直接通知老蒋处理掉聂小雨。可怜小雨一睁眼就听到了哥哥的死讯，他想哭想喊，却被老蒋控制，动弹不得。小雨想起1988年的雨夜，八办凶手和老蒋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语气也一致，他顿时确认老蒋就是歌喉恶魔。次日，派出所所长接替魏国平，把老蒋新扔的垃圾送到刑警队。老蒋去了趟小卖部回来，发现刚扔的垃圾不见了，心里已经感到不妙。刑警队全员出动，找到一些电线上的小零件，一瓶安眠药。魏国平拼命凑，看出这些零件来自录音机。接着，顾开颜再翻出一截磁带中的黑线，魏国平赶紧将黑线接入完好的磁带里。魏国平不会听错聂小雨的声音，现在至少可以证实小雨就在老蒋手上，而且还活着。与此同时，二叔和徒弟在餐馆附近盯梢，见老蒋扛着1人高的麻袋出来，徒弟马上呼叫外援，二叔先跑去追。看来老蒋早就猜到警察准备收网，这是要带着小雨跑路。幸亏魏国平也及时赶到，拦住老蒋的面包车，救出了小雨。而小雨获救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魏国平，老蒋就是8年前的歌喉恶魔。这一次，魏国平绝对不会让凶手再次逃脱，他奋力去追，无奈心脏不好，只能慢下脚步。宋楚从另一个方向赶来，迅速开枪击中老蒋。魏国平拼尽全力压住内心的恐慌，没再找山河的遗憾发生在宋楚身上。刚出车祸的二叔也只是胳膊骨折，人没有啥大碍。太好了，之前立的 flag 没倒下。老蒋被捕后，小雨身体虚弱，再加上哥哥突然离世，还需要一段时间恢复。聂宝华的助理打算去自首，供述赵世杰做的那些恶事。助理还拿出一个存折，是聂宝华做正经生意赚的钱，都留给了聂小雨。小雨想起以前因为魏国平在，经常和哥哥闹脾气，想起聂宝华说起只要改建电机厂，以后就可以做正经生意，让妹妹和魏国平在一起。小雨忽然什么都不想要了，只想哥哥活着。而魏国平的心脏也必须马上手术，看来审讯工作只能交给宋处和开颜。而在提审老蒋前，小陈终于想起他在报纸上看着眼熟的男人，就是在老蒋餐馆见到的赵世铎。赵世铎当时给了老蒋一个鼓鼓的黑包，和老蒋一直拿着黑包是同一个。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纪委将赵志铎拿下，赵志铎供出了自己和赵志杰的兄弟关系，以及赵志杰的逃跑路线。然而还没等警察动手，聂宝华的保镖就在加油站蹲点，直接逮住了来加油的赵世杰。保镖本想和赵志杰同归于尽，替聂宝华报仇，多亏宋处带队赶到，告诉保镖聂小雨还活着。聂主任肯定也希望他能继续照顾小雨。原来聂想人就不想死了，保镖选择跟宋处回去，提供他所知道的内情。赵志杰终究是插翅难飞。他有心理准备，在审讯时装无辜，非说那些受害女性都是聂宝华送给他的。他也不知道聂宝华会满大街绑人。老蒋一样是铁板一块，除了承认绑架那小雨，其他的一概不说。两人都想和对方撇清关系，可开言认为，越是想撇清关系，就说明关系越深。宋处也这么认为，而且他还能举一反三。前面说过，老蒋和8办案第一个死者指甲里的皮肤组织 DNA 不匹配，宋处经过再次检测，确认皮肤组织属于赵世杰。铁证如山，赵志杰再也无力狡辩。但对于老蒋指认自己强奸杀人，赵志杰突然情绪激动，大吼杀人凶手是老蒋。回到1988年的雨夜，赵志杰开车假装问路，搭讪一名年轻女性，结果女孩一上车，他就对人家动手动脚，女孩奋力反抗，被赵志杰打晕。赵志杰施虐后，女孩恢复意识，赶紧逃跑。赵志杰想追上去花钱解决问题，然而女孩没想到厄运并未结束，转角还能遇到恶魔。救救我，大哥！怎么回事？没事啊，大哥，你听我说啊，我给你钱。老蒋一听赵志杰要给钱，马上问赵能给多少。赵志杰连忙说他还有一箱的钱，就在车的后备箱里。当老蒋注意力都在锁住的箱子上时，赵志杰假装去前头找钥匙，趁机锁住车门，甩下老蒋扬长而去。1988年，老蒋第一次作案的过程就是如此。那一晚相当于唤醒了老蒋的杀戮基因，后来多次作案，直到妻子3次流产，他才觉得遭了报应，暂时消停了几年。今年赵世杰重回宁江，老蒋勒索不成，反被羞辱，便杀害李雪梅，想栽赃给赵世杰。接着，聂宝华设计抓住老蒋，老蒋逃出后又和赵世杰合作，犯下了新的割喉案，用于恐吓电影厂员工签字同意改建。随后，老蒋又听从赵世杰的安排，绑架聂小雨，目的是拿到聂宝华手里的电影厂股份。宋处将老蒋的罪行汇报给顾局，又带老蒋去电影厂指认犯罪地点。电影厂的人无不痛恨割喉恶魔，都在骂杀人犯该死。人民群众的指责令老蒋心生怨恨，他承认了所有罪行，唯独不承认1988年杀害聂小雨、杀害陈山河，想以此向警方、向魏国平挑衅。魏国平刚做完心脏手术，昏迷不醒，聂小雨寸步不离地照顾他。顾开也只能来医院找聂小雨，希望他作为当事人能进一步指认老蒋。听说老蒋拒不认罪，小雨犹豫再三，终于说出了他一直不愿提起的秘密，他其实一直保存着能指认真凶的证据。顾开元不理解，8年了，聂小雨如果有证据，为什么不早拿出来？早拿出来，警察说不定可以更早锁定凶手。小雨之后，也不会有那么多女性遇害，魏国平也不会背着陈山河的死痛苦这么多年。而且88案过去了8年，如果老蒋拒不认罪，可能会导致陈山河的死变成悬案。魏国平终于醒过来，刚刚开言和小雨的对话，他也听到了。他得陪聂小雨重新面对不堪的过去。拿到证据以后，宋处和顾开言接着提审老蒋，可老蒋仍旧拒不配合，只想发疯。魏国平，你喊什么？魏国平为什么不来审我？哎，这一幕怎么又有点眼熟？安心！这是顾局亲临审讯室，他没有提88年的案件，而是打人情牌，问老蒋为什么会在93年收手了。老蒋无奈的回答，因为妻子生病了。顾局感慨，老蒋这不是还有点人性吗？起码对老婆还算可以，为啥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杀人？老蒋就和所有变态杀人魔一样，喜欢看受害者痛苦求饶的样子，这会让身处社会底层、极度自卑的他获得强烈的满足感。看到这里，偏偏很奇怪，既然老蒋只对妻子有人味，为什么他明明靠敲诈和赌博拿到6万块钱，却没有给妻子做手术？接着，老蒋话锋一转，说起老婆流产3次，他不想承受断子绝孙的报应，所以打算杀了老婆再自杀。看吧，变态就是变态，有点人味儿，但不多。再次碰上赵世杰，又一次改变了老蒋的命运。他想着和赵世杰合作，也许能拿下电机厂，当上人上人。可惜还没享受胜利成果，就落入了法网。顾局听到这里，拿出一把锁。据老蒋的妻子说，这是老蒋的传家宝，妻子希望老蒋看到这把锁能有所触动。这把锁其实在之前老蒋被聂宝华设计抓住的时候，曾经也出现过一次。老蒋让聂的手下拿着锁去医院找自己老婆，以此让老婆安心。而这把锁还配有一把钥匙，被老蒋弄丢了。这把钥匙就是聂小雨提供的证据，他被侵犯时无意间从老蒋身上拽下来的。他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小雨，那一晚遭受的屈辱，只要拿出钥匙，凶手认罪，小雨被侵犯的经历就会被更多人知道。因此，他8年来都藏着钥匙，就像藏起曾经的伤痛。当年小雨带着一身伤回到家里，他剪碎了衣服，一遍遍洗澡，却鬼使神差的留下了这把钥匙。包着钥匙的报纸日期还是1988年3月17日。
魏国平也知道那晚发生了什么，所以哪怕自己背锅，也没有说出为什么比陈山河晚一步知道的凶手。老蒋做梦也想不到，他绑架的聂宝华的妹妹就是1988年从他手中逃脱的小姑娘，而且顾局还告诉老蒋，警局进行过募捐，筹齐了给老蒋妻子做手术的钱。老蒋十分感谢警察同志们的善举，瞬间幡然醒悟，承认自己88年侵犯聂小雨，杀害陈山河。老蒋最终因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绑架罪被判死刑，88案终于告破。刑警队所有警察都辛苦了，魏国平和聂小雨也可以放下心头大石。宋楚被他上位过于突然，暂且不提。聂小雨从头到尾都在纠结魏国平嫌不嫌弃他。我只想说，小雨是受害者，该被唾弃的永远是罪犯。不管是魏国平还是其他人，都没有资格嫌弃他。案件了结，魏国平、聂小雨和老陈一家去看望山河，想来山河泉下有知，应该可以瞑目了。剧情进入尾声，聂小雨打算放下一切，忘记宁江这座城市，去一直想去的云南开客栈。临走前，他交代魏国平好好照顾自己，还帮在老魏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故意说的是疯狂星期四5月50。魏国平喊了站住，聂小雨停下了。未雨绸缪算是开放式结局，而我真的来不及为爱情感动。这回魏国平不急，我要急了。碎尸案呢？本剧长24集的重头戏碎尸案呢？顾局审问赵世杰，赵世杰就一句话：你们别查了，我的保护伞说出来吓死你们。然后给我放了以下这张 PPT。其实早在剧情发展中期，我就隐隐有种预感，或许碎尸案只是个引子，本剧的主线还是88年的割喉恶魔案。毕竟88案的原型白银案，凶手高成勇已经落网，但南大碎尸案至今仍是个悬案，所以改编的难度和阻力都很大。一个不小心，别说受害者家属了，网友们的口水都能把编剧给淹死。但我真的没想到碎尸案会如此草率的收尾，一句和人体器官贩卖有关，这事儿就翻篇了。要知道这部剧之所以开播时口碑热度双高，就是因为前期碎尸案的剧情节奏紧凑，几个小时几天找到多少尸块和人骨，搞得大张旗鼓，悬点拉满，结果就这。接下来我还有几个小问题。魏国平第一集在第一包尸块附近看到的黑人是谁？是薛家健抛尸后重返现场吗？可是经顾开云调查，薛家健没有抛尸，那么抛尸的人是谁？首先排除老蒋，老蒋2月还不知道赵世杰回了宁江，是后来看新闻才知道的，只能推测是赵世杰或是赵世铎的手下。而且我只听说过重返杀人现场的，没听说过重返抛尸现场的。抛尸抛了那么多地方，难道还要挨个回去看看？另外，古剧、纵崩床、沾有油脂的指纹、水泥块等一系列和碎尸案有关的线索到底有什么用？这些线索后期都凭空消失了。如果是薛受赵世杰指使抽血并分尸于爱琴，他怎么作案的？凶器在哪？不是说薛家健的菜刀和柳叶刀都不能砍到人骨吗？抛尸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2月21号前，魏国平2月28号才查到医学院。很难理解薛家健和赵世杰为什么不先清理解剖室的人骨以及实验室的于爱琴血样，舍近求远抛尸溜警察，到底图啥？还有薛家健性侵案的第一个受害者薛的前女友为啥撤诉？是赵世杰出面威胁吗？赵公子不会不知道这样救不出薛家健，还有可能坐实二人有关系吗？最后剧中明确给出碎尸案和人体器官贩卖组织有关，可贩卖组织嘎完腰子都要碎尸销毁尸骨，那工程量也太大了，嘎一个腰子抛尸半个月，完全做不成黑色产业链。吴教授和赵世铎见面的时候还特意问了一句赵世铎的父亲身体怎么样。看到那里，我一度以为是赵家兄弟的父亲患了绝症，所以赵世杰才给妻子找了个血腥匹配的器官。结果看到最后发现纯属是我想多了。不说碎尸案了，再说我头疼。更重要的88案看似圆满结尾，其实也一塌糊涂。老蒋的犯罪心理和作案过程并不自洽。他杀第一个女性的晚上，按剧情看是偶然事件，可老蒋为什么雨夜出门还随身带着凶器？剧中并没有详细解释。白银案原型高成勇是为了求财，入室抢劫时杀害了第一名女性，现场并没有目击者。老蒋在这看到赵世杰的钱包，临时起意。我不禁想问，如果没碰到赵世杰侵犯的姑娘，他原本打算干什么？第一案真的是冲着杀人吗？而且老蒋一个普通的底层老百姓，哪来的功夫1打4？哪来的神通威胁赵公子？警察都不知道赵世铎和赵世杰的关系，他一个开餐馆的怎么会知道？赵世铎亲自去送钱就够离谱了，难道还会亲口告诉老蒋自己是赵世杰的哥哥，现在在哪个单位吗？再说了，赵世杰的保护伞要是真那么可怕，搞不定老蒋我是不信的。而且老蒋零勒索带赌博挣的6万块钱在哪儿？有网友分析，老蒋钱都花在买面包车上了。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但警方怎么问都不问？难道在强奸杀人面前敲诈勒索和报假警都不重要了？88案看似是连环杀人案，可除了第一个受害者和聂小雨，其他受害者的受害过程却无人在意。老蒋的演员演得不错，可是他最后泪流满面企图悔过的样子却令我心生厌恶。你还有机会说什么下辈子？那些受害的女性呢？她们这辈子凭什么遭受无妄之灾？真的搞不懂为啥国产剧里的变态杀人犯都要安排这种幡然悔悟的戏份。我更愿意相信《窥探》里的天生变态，以及《黑暗荣耀》里杀汝正父亲的凶手才是真实的连环杀人犯。
他们压根就没有正常人的同理心。还有魏小霞和王德发到底为啥存在？就为了让杨二虎招供吗？所以隔2集就插进他们的一点支线，打断主线的节奏。最后看样子，魏小霞不但原谅了王德发，甚至对他产生了好感。我真的服了。我同意刑满释放人员可以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但是谈恋爱就有点过分了吧？估计这会儿弹幕里都有人开始玩梗了。虽然他失去了一双腿，但得到了爱情啊！啊呸！同样人是走歪的，还有顾开颜。本来干练女警的形象多讨喜啊，非要安上一段3角恋的戏码。更别说女主聂小雨了，得意案件的受害者，她爱上救自己的魏国平，我觉得合理。但她居然说出让魏国平脱掉警服这种话，可见她压根就不懂魏国平。那魏国平是怎么爱上聂小雨的？别再说青梅竹马了，这俩人可差了整整10岁。魏国平成年的时候，小雨才8岁啊。所以魏国平这个主角好像也没那么合理，甚至不如金海胜负安心。起码在安心的身上，也能看到很清晰的成长线和人物弧光。而孟玉和高启兰，一个青梅竹马，一个黑老大的妹妹，看的是把聂小雨拆成了俩。但看过狂飙的都清楚，两个角色的行为逻辑都要被聂小雨站得住。此外，土坑里的赵刚，还有水泥里的聂宝华情妇，电影场纵火案里被灭口的赵刚小弟何勇，没交代的问题太多了。也难为我还记得这些配角和支线。我想他是谁也与和狂飙一样，因为某种不可抗力，只能草率收场，以求顺利播出。可是这对观众来说，伤害实在有点太大。记着这部剧中间就开始走下坡路，带着看绵绵的视频就知道，我还是一路在分析推理，希望结局能力挽狂澜的。可惜啊，还是遗憾收场。真心希望我能打破这个开坑烂尾的魔咒，总不能每次都像《狂飙3体》这样剧播完了才敢做吧？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是不是也站住一下子？看来我忍痛填空的份上，留下个1键3连，也分点运气给我，让我以后开的新坑都能顺利落地。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